全国统一高考正在考语文课的时候，在网上南方都市报的微信客户端发出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说是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已经作为卧底成功的打入到了替考组织，现在南方都市报记者正在江西省南昌市参加高考。这条消息一经发布，引起了无数网民的震惊，就是看起来防止高考作弊的防线是如此的固若金汤，怎么这么轻松就被突破了呢？这几年我们看，随着高考防止舞弊的手段越来越先进，结果你发现呢，高考舞弊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我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老梁观世界节目呢，给大家曾经报道过发生在河南杞县的通许县等地的关于高考舞弊的事件。但是去年这个事件和今年这个事件发生了很大程度的不同。这次这个高考舞弊事件呢，其实是怎么被发现呢？是南方都市报记者经过长达半年左右的追踪发现的。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在网上和一个替考组织的人员接上头了。这个替考组织人员跟说你呀，如果这个能够考上，那么这就能给你很多钱。比方说你要考上985学校，那给你多少万；考上211学校给你多少万；考上一般的一本多少，二本多少，就几乎这都明码标价跟他谈。那这样的话呢，双方算联系上了。可是，一直等到今年5月份，这个替考组织的工作人员才跟这个记者说，你呀得给我提供一张你真实的照片，把照片交上去，一直到6月5号，这个通过网络，这替考组织才和记者联系，说你呀来到这个武汉，到武汉来的呢，跟这个很多的这个同样是替考的枪手会合，一打听呢，这些枪手大多数都是武汉的学生，然后他们在这个6月5号晚上呢，来到了这个江西南昌。到6月6号呢，给他们发了准考证、身份证。就这个准考证、身份证肯定是假的，这毫无疑问的。但是你看上边呢，身份证、准考证都是枪手本人的照片。根据枪手持有的身份证和准考证上的信息显示，这些证件上的照片都与枪手为同一人，而在江西教育考试院系统显示的照片，竟然也是枪手本人。他用的是真身份证，你怎么用？这个东西你要理解，对不对？身份证是他的，像人家讲差不多。你这个高考你不能乱对，要考试能对吧？那碰到这样的，我真的是怀疑，那怎么办呢？怀疑我们只能怀疑啊，你有什么办法？就说你拿着这个进到考场里头没有问题，而且替考组织的人员告诉这些枪手，你们放心，你们这个电脑里头录入那系统里边关于你们的信息都是真的。比方说体检的信息，其他信息都是你们本人照片，没问题，绝对不可能一对照片，哎呦你这不对，你怎么替考，把你抓起来，不可能。但是你们要在考场里头呢，如果有人问你们是哪儿的，你们就说我是南昌二中的学生。如果在考场里碰到你认识的，就装不认识，免得后来生一些事端。结果当时南都的记者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进入考场考试。当然这个事儿揭露出来之后呢，马上这个江西省的这个相关考试部门呢，立刻展开了调查，就说相关公安部门呢也在介入这个事儿。6月7日上午10点49分，一条标题为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参加高考，曝光跨省团伙的新闻开始被迅速传播。很快，南昌市教育考试院与当地警方迅速做出反应。6月8日上午，正在南昌实中考点进行考试的枪手李某就被警方控制。来自警方的消息称，李某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替考行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公安确定的交给公安审查的13名，公安部门呢已经在全力的在调查。截至6月8日晚，南昌地区高考替考涉案人员已有9人被警方控制。江西省南昌市教育行政部门已经联合组成了专案调查组，就高考各环节和考试管理制度存在的漏洞以及工作人员是否存在违规违纪问题展开全面调查。江西省教育厅表示，将对管理不力和违规违纪等行为严肃追责，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调查处理情况。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说和去年我们报道的有很大不同呢？去年报道的事件呢，发生在河南杞县和通许站的事件，
是这考生啊拿着这个准考证进考场，这个准考证上的照片还真不是他本人的，但是呢，你买通了这个监考老师，检查的人直接就进去了。说他不还有这个指纹录入系统吗？哎，在中指那贴上个指纹膜，就都做好的指纹膜，一摁也能糊弄过去。关键是啥呢？监考老师、考场的工作人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买通了。去年的河南杞县、通许县高考替考案震惊了全国。虽然河南高考考场普遍采用指纹验证机，但是枪手却可以带上依照考生本人指纹制作的指纹膜混进考场。虽然这名女枪手一时粗心，将本来应该贴在中指上的指纹膜错误地贴在了食指上，引起验证机反复报警，但监考老师仍然放行。可是今年这种作弊的方式和去年不一样了。去年呢是一种很原始的替考方式，说白了就一个考场一个考场攻坚，把这个工作人员和监考老师都买通了，然后呢我是拿着呢我要替考那个人的他的一些证件信息进去。比方说我参加高考，那枪手呢拿着老梁的这个身份证，拿着老梁的这些信息进去，考完了这成绩算我的。就你只需要把监考老师和所在考场的工作人员买通就可以了。那么毫无疑问呢能够大量买通的往往有些小县城工作好做，大城市工作就难做。所以去年有的媒体报说叫高考舞弊偏向小县城，今年不是这样。南昌堂堂的省会城市，而且这次舞弊的状况和以往很大不同，他买通的明显不是监考的老师和考场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呢？这是一种什么样方式？我一说你就明白，就是他为什么要让南都的记者提供真实的照片呢？南昌高考替考案暴露替考作案新手法，真实的身份登记，真实的照片，完整的学籍，齐全的体检表。是谁在背后制作了一套完整的考生信息，冒名顶替上大学？替考组织如何偷梁换柱，完成交易？家长、考生、枪手、中介、公职人员，替考产业链上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老梁观世界，又见替考舞弊案正在播出。就是他为什么要让南都的记者提供真实的照片呢？把你做成参加高考的学生，你所有的信息本来你原来没有这个学籍啊，别的其他都没有，根据你的真实照片给你做一个，包括体检的这个过关通知，包括学籍，包括准考证，包括身份证，都是硬做出来的。做出之后你的成绩好，你能考过去，比方说考上一本了，然后再把这个一本的指标卖出去。我说这个可能有人想起说以前不有过这事吗？替人家把别人明明考上了，结果说人没考上。几年前罗彩霞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一个名字，而名字背后却有两个人，一个是2004年高考考了514分却没有收到任何一份录取通知书而被迫复读的罗彩霞，还有一个是总分335分却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的罗彩霞。事实上后面的这个罗彩霞真名为王家俊，他的父亲王峥嵘时任湖南邵阳市隆回县公安局政委，他用罗彩霞的身份和高考成绩将女儿送进了大学。查证是从邵都县界定派出所搞到了一张空白的户口迁移证。于是王峥嵘利用这张空白户口迁移证伪造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同时他又拿着王家俊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县招考办领取高考档案，伪造成罗彩霞的高考档案。最后王家俊拿着这些假手续去贵州师范大学报到。这跟那性质差不多，只不过这个呢不是说冒名顶替，而是直接有预谋的形成了一个利益链，用本来不能参加高考的人生做出一个具备考试资格的人，然后考出成绩之后把这分卖给需求的一方。你想想我刚才说这个环节涉及到准考证、身份证、学籍等等的造假，那可不是买通一个考场的工作人员和老师能做到的。如果说是有极少数个别的，那么有可能是这个工作人员的疏忽。现在这个数量这么大，那么显然不是一个工作疏忽，这背后呢肯定有相互勾结的因素在这里面。那么从这个整个情况分析来看呢，事实上呢肯定是有人有意的去制造这个证件，是有意的去想通过这个
考试的审核环节，然后呢，在这个各个环节的把关人呢，事实上呢，可能参与了这种合谋，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想上头教育系统内部要没有人跟着配合，这事能不能干成？绝不可能干成。江西的这种高考替考案，实际上暴露出这个教育系统内部的这种管理实际上存在这种严重的漏洞。如果没有教育系统内部的人里应外合的话，实际上他是很难有这个替考组织者去办出这种学籍、准考证和身份证的，因为办理这些证件都是有严密的程序，肯定是有关的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利，然后呢进行了全程教育，因此必须对这个教育系统内部的人员进行严肃查处。你看这几年为了防范高考作弊，甚至直升飞机都用上了，考场各种电子监控设备都使上了。可是你会发现，你不解决人的问题是没用的，很容易就被人轻松的突破，上演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任何的技术的背后操作的都是人，那如果说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约束，那最后他会动用他手中的权利，然后呢利用这样的一些规则，导致这种规定规则是形同虚设了。所以眼下这个事情发作之后，很多人心里承受不了了。为什么呢？高考是号称最公平最严格的考试，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很多莘莘学子就指着这一次考试过去的，结果你出现了这种舞弊的现象，你想对广大学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对政府的公信力，对考试的公信力又是多大的伤害。那么这样的事情它是怎么促成的呢？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它呢？我们不妨可以看看这个链条上面，其实要想干成，有这么4个方面必备的。第一个是有需求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就他们要买分要找替考的。第二个就替考的枪手。第三个是这个过程当中的组织者欠口，他们也从中捞好处。第4个呢，就是监管部门里头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不帮着作弊，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那么我们从这4个层面分析，首先咱们说这个家长和学生这块有点钱就琢磨歪门邪道，你让那种地脸朝黄土背朝天农民拿出几万块钱来给孩子买这本，有时候他非常费劲，他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买去。以往呢还可以通过3好学生、优秀干部、体育特长生什么这加分，这几年咱们这方面的制度相关收的比较严了，这里边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少了，所以有很多这个学生家长呢琢磨上这条道，找人替考或者去买分。其实这种事儿，我倒觉得最后处分的过程当中，往往把那个替考学生给处分了，或者说这被替考这个这几年不让高考啊，什么学籍如何的，那这家长呢？这家长不该处分吗？他通过这种方式，在罪名上来讲，最起码一个扰乱公共秩序。你通过你这种方式，你把高考秩序扰乱了。第二个，你拿出钱来，最后这钱通过欠科流入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不属于行贿罪吗？那么这个事结束之后，我们看处罚了一堆学生，有什么替考的或者中介人员，家长没有被处罚，这不成了多多怪事了吗？你这是犯罪呀！你不是普通的就说我违背道德规范就拉倒了。所以最后你看呢，你这个违法成本非常低，可是收益却非常高。一旦要成功了，孩子上名牌大学了。你都是这些有这么多想在这方面铤而走险，所以这是需求方，家长和学生这一方。再你看这个替考这些枪手来自哪儿呢？2个来源，一个是在校的大一学生，就考上了大学的大一的学生。为啥呢？你要大2大3把高考那都忘了，往往大一学生还记着呢。再一个是高2的优秀学生，这是少数，多数是大学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咱实事求是说，多数是家境贫寒的，想通过这个挣俩钱儿。你看他这里头有明码标价，就是先答应你，先给你5000块钱定金，你去考了呢，咱说考上1本多少钱，2本多少钱，名牌学校多少钱，都是明码标价。就最低端的枪手也能得7、8万，有的甚至得10万。所以这个钱，那对于一些穷困家庭的孩子来说，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当然，你也不能因为这钱你就去违法犯罪。所以这些学生本身大多数是家境贫寒的学生，先给5000块钱定金，你就即使最后没考上，或者考场都没进去，因为那边查你没进去，那也再给你补5000，你最少能得1万。所以在这个利益诱惑之下呢，很多的在校大学生铤而走险去干这个事儿。当然，他们往往承担最终的恶果。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高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你要替考的话，那就最后抓住之后开除学籍，你这大学算白念了。
那对于前面我说那个被替考那学生，就将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往往是1到3年不能参加高考，等等等等这些处分。当然，中间运作这个人呢，要凿实了，要是个马仔，那也处分你。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事情，往往能是1、2个马仔运作下来的吗？就像去年我们报道高考舞弊事件时，有个自称李老师的人跟学生联系啊，最后组织学生考试干啥？模拟考试测试一下你还具不具备当枪手的资格，居然把考场设在正规大学的教室里边。这种李老师还有什么中间张老师自称我是哪个高校老师的，往往是很多高中的教师或者高校的辅导员，他们有调动学生资源的能力。但是这些人最后被抓住之后都得到处罚了。可是我想这个事儿难道就是他们几个能作得起来的腰，兴风作浪就是他们吗？枪手身份信息在考试系统中能查询，考试的审核环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枪手开除大学学籍，买考考生3年内禁止高考，这样的惩罚究竟是重还是轻？而对家长和内鬼的处罚又该怎样重拳出击？中国留学生美国替考遭起诉，按照美国法律，替考将面临怎样的重罚？这又能给我国完善相关法律怎样的启发？老梁观世界，又见替考舞弊案。这个事儿难道就是他们几个能作得起来的腰，兴风作浪就是他们吗？肯定不是啊，有更大的头目在后边操纵的。再有一个，就我们说到这个链条必不可少的国家工作人员、监管人员。你别忘了，现在考试这个信息系统在电脑里录入，你要造出这么一个人来，或者说要改准考证、身份证，改这些这个学籍，这是非常困难。往往他涉及的公安部门、考试部门多个部门，能有能力这么去协调的人，这是一般人吗？信息录入员是被受指使的，实际上信息录入员他的权利是有限的。如果他没有受到指使，他这个录入这一个明显是存在问题的信息，他自己肯定是知道。我认为他攻破的第一关不是信息录入员，他攻破的第一关是比信息录入员掌握权力更大的这一个人。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跟着舞弊，他怎么可能做成这个事呢？而这次出现这问题，那一定是教育考试系统里出问题了。所以应该是什么？移交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然后你这些考试院、教育厅的人上协助调查，这才对。说实在的，咱们不用说在道德层面拷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在考场里就会抄一下子，而且还不被罚，感觉挺安全的。你说我抄不抄？就说你真要是由大家用道德约束自己，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个诱惑力很大。就是你治理这样的事情，不能仅仅通过教育，你必须通过严刑峻法。只有对这违规的学生啊、中介有一些处分，而且这还是违法层面，还不是犯罪层面的。其实这个过程绝对是一种犯罪。刚才我说，作为学员家长，他有行贿罪、扰乱公共秩序罪。那作为中间链条这个呢，有的是行贿罪，有的是介绍贿赂罪，有的是扰乱公共秩序罪。那么作为监考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这监督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他绝对是这里头有受贿罪在里边。也有一些是渎职，就这些都是犯罪呀。所以现在我倒觉得很多人提出说替考的都得判刑，这倒有点过分。因为对于替考学生来说，最后开除学籍已经是很重的处罚了。我倒觉得这里头需求方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要没有那个学生家长，这些事可能都不会发生，这是罪魁祸首。你不去处罚他，这明显有失公平。再一个就是监管部门这个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他要不来给你作弊的话，这事儿成不了。所以这些年层出不穷的高考舞弊事件，就是你要不用严刑峻法，这股歪风邪气是刹不住的。所以你从这一点我们有比照，就是上个月5月28号，当时我记得这个有新闻，美国的这个司法部门呢，对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15名中国学生替考的事起诉，说这些中国学生用假护照来到美国，用假护照进考场考托福，有可能20年监禁，就坐牢，再罚25万美金。你想想，这些学生可能做梦都想不到，在美国这晴天霹雳，因为替人考试，最后就坐牢坐20年，罚25万美金。高考是关乎一个公平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了，那社会影响太恶劣了。所以这一块我倒觉得适当的采用严刑峻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尤其是对需求方的学生家长和最终能够把这些穿起来的那个链条的一个关键部位，就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舞弊的
帮助舞弊的这些个徇私枉法的官员，如果不把这两头收拾住，这个事儿永远不可能得到停止。远在美国洛杉矶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在国内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那么几名呢中国留美的高中生，有的过了18岁，有的还没到18岁，把一名同学呢挟持到一个公园里进行殴打侮辱。那么这个案子，这些犯罪的高中生有可能面临着最高终生监禁的刑罚。这样的事儿在中国国内的话，有可能就是学校家长批评教育，大不了呢给个记过处分，最高也不过就开除学籍，基本上不可能被这个法律采用刑罚的手段进行严惩。我想这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差异，更是中美文化上的差异。这件事情值得所有留学生的家长深刻反思。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中国留学生之间的矛盾，是几个高中生所说的半大孩子因为男女争风吃醋的事引起的。领头这个实施犯罪的这个翟某人是个女孩，她和她的男朋友又和其他几个女同学把一个姓刘的同学劫持到公园里边，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殴打折磨，扒光衣服，用烟头烫人家乳头，然后把脑袋摁到地上逼人家吃沙子，然后把头发剪下来逼他吃掉。反正这个种种恶行啊，你都想象不到，说现在这高中生小孩，这女孩子怎么还这么恶毒。结果呢，这件事情呢，这个被害人呢报案了，报案之后马上把这些人就给弄起来了。弄起来，其中有几个孩子害怕了，跑回到中国了，跑了。然后在法庭上呢，这个以翟某人为首的这几个高中生居然不认罪，就说这算什么事啊？因为在他们感觉，这在中国国内这都不是事，这就是底下恶作剧或者是打仗斗殴呗，能怎么着？没想到美国法庭最后判他们有可能最高是终生监禁。他是以什么起诉他们呢？以这个酷刑折磨罪、绑架罪等等非常严重的罪。酷刑折磨它不仅仅是人身伤害，它还涉及到人格侮辱。美国所有州的法律有个共同指向，对于比较抽象的人格侮辱判的都比较重。在美国司法机构还有医院这些公立机构呢，他们是将疼痛用1到10级来量化界定的，我们姑且可以称它为疼痛值。那么记录显示，它所有的这个疼痛值呢，全部都在7以上，有一些甚至达到了10，也就是常人所无法忍受的一个境地。被告翟某和张某被捕后第一次出庭的时候，两人是完全懵掉的一个状态，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竟然闯了一个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这样的罪行。所以这个姓翟这女孩呢，在法庭上很惊讶，这不是个事啊，就跟法官直接对峙起来。法官就严厉的呵斥他，你这根本不懂法，你不懂美国法律是怎么回事，你犯了这种罪，你居然还在这狡辩。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去年和今年吧，我们媒体大量的报道了有关中学生之间发生的这种事儿，比方说把人家衣服扒光了拍下来，然后搁到网上，那种用很恶毒的手段去侮辱人。可是最后你看处理呢，基本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受到法律的处罚，有的是开除了，这都已经是顶级了，还有的就教育一通了事了。大多数时候都息事宁人了。就所谓这些小霸王小太妹这种恶劣的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惩处。这和什么有关？第一个，我们中国的法律呢，你像违反治安管理的这个，如果是18岁以下，他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那好，头一次违反一般都不予处罚。就法律这块规定呢，显得过于松弛，就等于对这些孩子太过放任了，这是我们法律规定的一些问题。再另外一个呢，侮辱他人呢，或者侵害他人，要么是把人打坏了，给不给人带来身体上真正的伤害，就是肉体上伤害。再一个，你是不是把人弄起来为勒索钱财干嘛的？一旦有这事儿，那得重罚。对于所谓抽象的人格侮辱呢，尤其孩子小孩还什么呀，无所谓的事儿。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一些东西，这一点和美国对于人格尊严的保护来讲，这里边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就说这几个孩子在这犯了这样的事儿，居然自己不认为自己错了，这恐怕跟双方的法律差异有关，也跟文化差异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个事情还牵出了一个案中案，就是其中有一个学生家长知道这事儿，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美国干啥来了？要摆平这个事儿，拿着钱要贿赂人家证人，你改口供吧，怎么着？结果最后这家长也进去了，给抓进去了。这种事在美国人看来不可思议，说你这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 6月3日，就在庭审的当天，
据辩护律师邓红在法庭外透露，3号上午，佛摩纳高等法院开庭前，检辩双方讨论了突发案外案。检方表示，一名被告的父亲因涉嫌贿赂证人被抓，让整个案件节外生枝。类似这样家长想花钱摆平的案件，之前也发生过。2012年4月，美国爱荷华21岁的中国留学生唐鹏被控以租房为借口强奸女房主。他的父母赶到美国后，因救儿子心切，试图找人用钱来说服被害女子改口供，随后被警方以贿赂证人、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你想这事不等于丢人丢到美国去了吗？所以这种事情啊，我们可以充分看出来中美文化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那么呢，有几个跑回到国内的学生，你以为他逃脱惩罚了吗？除非他这辈子再不去美国。他现在已经进了美国法院的黑名单，哪怕隔10年20年他们再去美国，只要在美国机场一落地，人家的记录都在，立马就给你拿下。所以我说，家长花很大的劲，费很多的钱给你送到美国去，这一下子后路全断了。而且这几个孩子在那儿面临着最高可能终生监禁的处罚，这是18岁以上的，18岁以下那可能处罚会轻点。所以这个事现在在国内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因为对照我们国内对于未成年人校园这种暴力事件处理，我们感觉美国那时候处理比这可重多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国内目前对这种情况有些放任处罚的太轻，造成的校园暴力事件反而层出不穷。那大不了反正家长说一顿，老师骂一顿，拉倒了，没有受到什么实际处罚。所以你看有些的孩子反而在学校里表现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暴力。家长在不重视家庭教育这方面，就把小孩这么早送出去的话，我觉得以后会发生这样的极端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认为这次的绑架案对在国外留学的留学生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身边接触到的大部分学生呢，还都是很积极努力的。所以这个事情让美国那边法律管一管，震慑一下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孩们，我看这是有一定好处的。当然这个事情啊，咱们必须得承认，这丢人丢的不轻。因为现在中国留学生啊，在美国呀声望不好。过去呢70、80年代时候，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是交口称赞。为啥呢？曾经赴美留学要经过层层选拔，中国留学生是勤奋上进的代名词。如此，留学生平民化，留学生低龄化，汹涌的留学大潮鱼龙混杂，飙车、饮酒、舞弊、斗殴，这些见怪不怪的事件，为何在美国却能成为新闻？而8000名留美学生被开除的背后，究竟是文化差异，还是诚信缺失？过去呢70、80年代时候，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是交口称赞的。为啥呢？那时候到美国留学的优中选优，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且都不是独生子女，也到那去呢都带着强烈的好好学习呀，或者个人奋斗，或者报效祖国，所以普遍学习很努力。一提中国留学生勤奋刻苦，成绩好，一考试就第一，这基本上美誉度很高。老一代赴美留学生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被选上的学生凤毛麟角，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精英中的精英。民国时期留学美国的中国才子云集，外交家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曾以辩论队领队身份带领哥伦比亚大学击败耶鲁大学。中国留学生中更涌现了经济学家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毛以升等一大批影响巨大的人物。近20年来，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让中国家长更有能力送孩子出国读书，赴美留学的群体越来越低龄化。最后这个事儿把他判了大概是10几个月的监禁吧。就这个事情，就觉得说你中国这孩子怎么如此不懂法律呢？你超速这个说小孩冲动要飙车可以，怎么警察抓你，你居然敢跟警察玩40多分钟的这种猫鼠游戏，这胆儿也太大了！你拿着法律根本不当回事啊！还有前几年12年，中国有个富二代在那边超速驾驶肇事，结果造成了一个人死亡。后来法庭呢都怕呢他这个潜逃回中国，给他保释金提高到200万美金，还把他护照没收了。后来人家母亲去了，一下就拿出200万美金来，孩子就保释了。你说你这么有钱，你有那钱，你教育教育你儿子，懂点规矩好不好？就说咱们很多的这留学生在美国丢大人了。去年美国一个教育机构给出一个数字呢，中国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生呢大概有20多万，去年1年居然有高达8000个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
你这比例有点吓人了。这和什么有关呢？低龄化有关。如果你要是本科或者研究生在美国念的还稍微好点，现在呢，在美国留学生呢，大概有将近20%的比例是中学以下的，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学生就去美国了。咱们这些孩子他本身未成年，又脱离了父母管教，到那边完了出问题了。那么他们出的问题被开除有2种，一个是呢违背学校规矩，一类干脆就是违法犯罪。违背学校规矩多数是什么呢？学术不诚实，说白了就是考试作弊、打小抄。就是中国留学生在那边打小抄的现象非常多见，就是这种事情在很多美国的人受的教育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你这学习是给你自己学的，你即使分数再高，通过考试了，你到社会上技能不行，人家也没人让你当回事，你自己也存在不了，活不了。为什么这时候自己欺骗自己要抄呢？就是这种事情在很多美国的人受的教育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你这学习是给你自己学的，为什么这时候自己欺骗自己要抄呢？这一点其实这又是中美文化的差异。首先咱们从考试上讲，美国这种考试呢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他不光是把题答对了，他更加重视你答对题这个思维，你背后掌握这原理和技能。中国考试什么标准化，反正你就背答案，题海战术，我这一张卷答好就行了。这种英式教育人非常容易搞投机，希望在考试当中毕其功于一。高考那么严肃的事，还有不少作弊的。所以在美国很多被开除的留学生是因为考试作弊。还有第二类违法犯罪的呢，这和什么有关呢？孩子太小，他还对这个社会认知很差的，可到那边去之后呢，一下子撒野了，没有家长管了。因为美国对学生来说这种管束还不像中国学校这种保姆式的管束，而且到那去之后呢，拉帮结派，江浙沪是一帮，东北的是一帮，北京的是一帮。你记住为什么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孩子容易一旦放羊了成为一种黑帮分子呢？就是青春的过程当中啊，他本能的就有荷尔蒙喷发这种暴力倾向，你再拉帮结派，一下子把这种江湖气培养上了，而且非常不利于融入美国社会。但你在国内的时候，你还会担心，好，你出国之后你怎么融入美国人的生活？不用融入，你融入不进去的。就是中国人是跟中国人玩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他是个体单个的，就比如说1、2个，一般就不会出事儿。但是如果是中国留学生一旦多了，比如说一个年级10几个或者更多了，他能形成一个小的圈子，那这个时候这个圈内的这个冲突就会多。违法犯罪现象，你像飙车，家里都有钱吗？现在的就去美国留学的，不是过去那种精英中的精英，而是平民化。有的去了得让孩子过好日子，未成年的就直接给你奔驰、宝马、玛莎拉蒂的、兰博基尼的就给买。你想那么点孩子这么惯着，他还不出事吗？很快掉进物质的漩涡，而且没人管了，抽烟、酗酒、早恋。在美国规定21岁才是合法喝酒年龄，却有很多中国低龄留学生到那就开喝。所以现在呢，中国在美的一些留学生，尤其是低龄的，像刚才我们说案子里这几个都是高中生，其实面临着成长过程当中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而这个时候他的家长并不在身边，他得无法无天，缺乏管束。所以我想这样的事是很可怕的。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些小孩呢把在国内一些个习惯带过去了，他就不知道这种文化差异会导致你对法律认知的差异。你像10几岁的孩子居然就同居俩人吵架就把人给打了，还把人女孩养的那条狗给打了，然后后悔了，抱着这狗到这个宠物诊所，人宠物医生一看你这狗被打成这样，你虐待动物罪，就给他告了。告了之后呢，警察一检查发现呢，你把你女友也打了，你这涉及人身伤害，你把这孩子给判了。2014年5月，19岁的中国留学生陈段英因涉嫌向女友施暴及虐待宠物狗被捕。检方称，陈段英还在被捕后教唆其女友撤诉，销毁证据，因此对其提起包括家暴、虐待动物、教唆证人和违背法庭命令5项指控，最高可判6年10个月的监禁。陈段英在缴纳7.5万美元保金后被释放，目前已被学校开除。如果你那个小孩不是特别自觉的话，就千万不要送他来出国留学，真的我很害怕。那么我其实是肺腑之言。有专家指出，陈段英的案子集中反映了留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年龄小、心理承受能力弱、生活自理能力和自律性差、早恋、法律意识差等等。你这种事搁国内好像不是个事似的，但是在美国不行，
你要规范你的行为。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有这种暴力倾向呢？人就是嘛，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咱们现在中国人很多人有俩钱惯着孩子，孩子出点事，那他不孩子吗？怎么？其实孩子是一张白纸，也意味着这张白纸上同时有着天使和恶魔两个倾向。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包括去澳大利亚、去加拿大、去欧洲的，越是低龄，往往表现的有些行为越是恶劣，在海外给很多外国人留下了就是非常恶劣的印象。我倒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首先得看这孩子他是不是那样。如果你这孩子严重的缺乏家教，个人修养很差，不知道约束自己，不能轻易的给他送出去。你送出去到外面没有你们看着，他不更惹祸吗？最后给你这家庭，包括给孩子，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你切记一点，培养孩子不是光让他学会技能，最重要的是让他学会规矩。他要不懂这规矩，他在哪儿他都立不住。技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而且现在这孩子到国外呢，是丰富人生阅历的过程，不是说我出去镀金呢，就回来就找个好工作，没那么简单。所以丰富人生阅历的过程，正是他逐渐学会做人的过程。如果一开始他就不按规矩来，他出去之后只能是没有管教，陷入无法无天的境界。所以第一点特别重要，你看你这孩子是不是那样的？要不是那样的，你赶紧先给管好再送出去。那第二个，你得看自己是不是那样的。咱们有不少学生家长的自己行为都不够检点的，你得对着镜子看看你自己够不够人字这两撇，然后再考虑教育好孩子，最后再把孩子送出去。如果你刚才我说这两点你都不考虑，最后你花了大价钱把孩子送出去，最终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孩子都坑了。所以这个事儿您可千万三思而后行，不光涉及你自己孩子的发展，还涉及到咱们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还涉及咱中国人这张脸。